杀鸡子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了解杀鸡子吗？对于这个神奇的生物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究竟好不好吃？本期视频大揭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今天咱们整一期好玩的生物——杀鸡子。杀鸡子可不是俗名啊，这是正经的学术称呼，大家不要歪歪。看它的外形长得跟海肠是不是很像？但可不是海肠啊，这是海参的一种。听一些老渔民讲啊，这玩意儿可挺好吃。我是没吃过啊。正好我在市场上发现有卖的，就买了1斤，还行，不算贵，30多块钱。本期的抛吃一题，咱们就好好的研究研究。我们先了解一下杀鸡子，它隶属海参纲自手目杀鸡子科。杀鸡子属，从外部特征上看，像是正环杀鸡子，俗称红肠、红参，主要分布黄渤海，多潜伏在地槽区附近的泥沙中。与海耗子、海地瓜、海肠子、海仙人掌这一类生物伴生，体壁颜色变化差异较大，从红色、褐色、黄色、乳白色深浅不一，整体身形呈圆筒形，分为头部、躯干部、尾部。略粗的这头为头部，较细呈梅花的部位为尾部，中间是它的小屁屁。全身密布的这些麻点是它的管足，管足很短，运动能力不是很强。它的头部着上有20个枝状触手，分为内外2圈排列，外圈的食指极为发达，是重要的捕食工具。捕食的时候会从嘴里面张开，在水里面不停地抓取浮游生物，然后送入嘴中。内圈的食指触手非常小，起到辅助进食的作用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杀鸡子的内部结构，体壁捡起来感觉还是挺硬的。这个球形的部位叫玻璃丝囊，囊壁相当的薄，相当的脆弱，其作用是调节水管系统的压力，也是重要的细胞生成器。海参的水管系统都是透明色，肉眼不太好看，能看出来的就是沙嘴的这些浮水管，触手就是靠浮水管来输出水压才能运动嘛。沙嘴的后方有一环水管，在环水管的背面有一食管，称之为食管是因为管壁钙化。食管的末端有一鳃板，海参的鳃板是游离在体腔中的，起到调节、渗透、过滤的作用。这个呈菊花一样的部位是它的性腺，繁殖期间性腺极为发达。如果呈绿色就是母杀鸡的，这个特征与沙蚕的非常像。母沙蚕的性腺就是绿色，如果是公的话就呈黄色。这个白色很硬的部位叫食喙环，也就是俗称的沙嘴。沙嘴的末端是咽部，整个沙嘴被5条咽部开合肌所固定。咽部下方白色的区域是食道，然后是中肠、直肠。直肠的根部是泄殖腔，腔壁很薄很脆弱。这些呈褐色像树枝一样的部位叫呼吸束，连接于体壁和泄殖腔，不仅负责呼吸，也具有排泄功能。在体壁内侧有5个条状物，这个是中基带。以上就是杀鸡子的基本特征。那么杀鸡子怎么做才好吃呢？擂辣椒炒，先把杀鸡子处理一下，去掉沙嘴、内脏，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一开为2。炒之前必须炒熟了。起锅烧油，先把五花肉扒拉熟，捞点炒的，蒜碎、葱花炝一下，然后放入擂辣椒炒断生，加入酱油、蚝油、辣鲜露，调味加入盐、味、糖，放入杀鸡子，几下天地翻翻匀，这就 KO 了啊！来吧，开灶。我又整了几片刺身啊，不知道生的是什么味道，我替你们尝一尝啊。吃。哎呀，咬不动了，硬。这样，哎呀妈，太腥了啊，不行了。有一种特殊的味儿啊，像那个铁锈味儿。这个真不能生吃，不好吃，还是尝熟的吧。熟的行啊，口感非常的脆啊，咯吱咯吱的，带着一点点的小根椒，能尝出来海参味啊，但是鲜味不是很足，细品会有一点点的腥味，但总体还是挺好的。现在能吃的这个鲜味啊，几乎都是我那个调料带出来的鲜味啊。总体来说就是口感大于味道，还行吧，不能说特别好吃啊，但是也不难吃。值得称赞的就是这个口感啊，这个脆劲嚼起来还是挺过瘾的。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啊。
必定是海参啊，而且不太贵啊，每个人都能接受。行了，咱们这期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帝王蟹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帝王蟹。那么这是什么东西？那些不良商家又是如何做到的狸猫换太子？本期视频真假帝王蟹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23年了啊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年前是不是都忙着备年货呢？先看视频。来上车，我只有5个名额，拼手速拼网速，你们家人多你就多发点，人少你就少发点。99只有5个名额，3、2、1上车！上车，2只手我们要来赚钱快，99只有5个名额，来抢99是1只啊！你们要刷到这条视频了，会不会心动买上1只？我买了，收到货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打开一看，这哪是帝王蟹呀？有点过分了啊！这又是一种新兴起的新型网络骗局，直播间里的套路就是骗、偷袭，欺负我们这些不懂生物学的消费者们。这样做礼貌吗？这个视频大家都刷过吧？前子在8月份的时候发过一期关于假帝王蟹的视频，那个时候直播间展示的呀是假帝王蟹，但是给你说的是真帝王蟹，99两只。如果说早期的骗人套路是 1.0 版本的话，现在不一样了啊！现在套路升级了。现在直播间所展示的食物是真的帝王蟹，但是给你说成了是帝王血蟹，99一只。我对海洋生物算是比较了解的啊，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帝王血蟹这一品种。骗人套路已经升级为 2.0 版本了。我上个视频曾经说过，年关将至，骗子开始活跃，套路深不可测，深到什么程度，我就把他们的直播间啊好好的给你们剖析剖析。肯定又是一期得罪人的视频了。但是我要不加点干的，怎么对得起这1年来默默支持我的爱粉们呢？首先，我们先了解一下所谓的假帝王蟹。它的正式名叫颗粒纺丝蟹，商品名为智利雪蟹。因为腿上长有鬃毛，所以也俗称智利毛蟹。分布于智利南部海域，属群居型蟹类，产量很大。与真的智利帝王蟹都是在同一海域，两者看似一样，区别也是很明显。帝王蟹都是大长腿，腿上布满尖刺，煮熟后颜色鲜红，而智利雪蟹的腿短，无长刺，星不楞登，有些短刺，约等于没有。壳上布满颗粒状的油土，两者的价格也相差很多。智利帝王蟹的价格1斤都在100元以上，而智利雪蟹的价格批发的话也就30-40块钱1斤。我手里的这只刚好1斤重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具体忽悠人的。看好了，他手里拿着给你展示的这只是真的智利帝王蟹，更有甚者会用俄罗斯帝王蟹做展示。这个价格谁见不会心动吧？但你一旦买到手，完了，所见非所得。为啥这个它不展示出来？太小了。这个个头你要是展示出来，你别说99了，50块钱也没人买。而且他们也不会告诉你这只螃蟹的实际重量，但是告诉你一个计量单位，叫2到3人份，更狠的敢说4到5人份，这个量词用的高啊。实际上你们如果买到手的话，它的重量是多少呢？包裹呢已经显示了3个规格的重量，分别是300到350克、350到400克、400到500克。最大的也就1斤重啊，就是我这么大。商品名称显示的就是熟冻整只雪蟹，没有帝王2字。来，注意看，千万不要相信这张图片所展示的柚子有多好。这张图并不是智利雪蟹的图片，而是真的帝王蟹的图。你看腿上是带刺儿的啊，这是妥妥的在骗人。要不就是您速度慢了，要不就是我速慢了。永远都不要相信什么还有最后2单，每人只限3单这样的话，这些都是饥饿营销的话术。我敢保证，你就是下1000单，它都有库存。你们在外面吃一只，要不要个2-3千元？要的。去那种高档的餐厅，你点一只帝王雪蟹，要不要2-3千元？我就没听过哪个酒店这个玩意儿能卖2-3千。我只知道吃自助餐这玩意儿是免费的。他们这么说的目的啊，就是给不懂的人造成一个巨大优惠的假象，不要听他们忽悠啊。如果大家刷到帝王蟹敢卖9块9这样的直播间，你就直接划走。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。多待1秒都是在浪费你的时间。我们信号开播的第1天，哎，信号开播，他们终于说了一句实话：所有卖假帝王蟹的直播间几乎都是信号开播，目的啊只有一个，就是趁着年前，咔咔咔，嘎你们一波小韭菜。过完年这些号肯定立马消失。王志文好像有一句经典台词儿，怎么说的？规矩在建立的同时，就给违反规矩的人创造了巨大的利益。这句话没毛病啊。
行了，东西咱也买了啊，咱尝一下吧，看看它俩的味道究竟能差多少。我打开对比了一下，雪蟹腿的肉还算饱满，但蟹身没有什么肉，细空。你看帝王蟹的肉多好，雪白，能拉出丝儿，说明新鲜度是没问题的。先尝个帝王蟹腿啊，这个饱满度是没问题的。这大肉来，粉丝先吃，吃。一点冻哈喇味都没有啊，非常鲜甜，肉不是很咸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只蟹子是活的时候煮熟然后冻的，蟹味很足，肉质呢也很紧实，不松散。咱再尝个雪蟹，怎么说呢啊？味道不难吃，口感呢有点哏啾啊，但是这个它也是活的时候煮熟的。但是鲜甜度照比帝王蟹差远了，主要是它的出肉率太低了，多花点钱还给吃这个东西。这一只也不贵啊，3斤重呢也就400多块钱。这里我要说一下，内陆的朋友啊，你可能买不到活的帝王蟹，如果你实在想吃的话哈，就买熟冻的。如果是生冻的，我是不推荐的，因为死蟹和活蟹你根本就区分不出来，煮熟以后吃起来的齁咸齁咸的。做总结啊。做这期视频呢，我的出发点呢，也不是说为了打假某个商家，我只是对现在这个不良的现象啊发声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受骗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了解更多的海鲜知识，关注老郭啊，下期见，拜拜。